夜色覆蓋着太平洋，海面平靜的幾乎沒有波紋，只有低頻電波在空氣中震盪。一支航母編隊正在靜默前進，所有雷達、通訊都保持最低功率。艦橋的燈光被調成暗紅色，艦載機機翼折疊，等待命令。此刻，空中有一架飛機正在升高，那是12D鷹眼，一架外形奇特卻在戰場擁有最高優先級的機器。它離開航母甲板後，盤旋上升到1萬英尺的高空，雷達碟緩慢旋轉，像一隻巨眼在黑夜中睜開。幾秒鐘後，整個戰區的電磁波開始被它捕捉，每一架飛機、每一枚導彈、每一次雷達脈衝，都在它的屏幕上留下痕跡。那不是普通的監視，而是一種信息統治。誰能先看到敵人，誰就能先決定戰場。而它生來就是為了看見。航母上的指揮鏈、戰鬥機的航線、導彈的發射序列，全都以它的信號為基準。它不投彈，卻控制了每一次打擊；它不開火，卻決定了戰爭的生死節奏。在這片看似空無一物的天空裡，12D 是第一道覺醒的光，也是現代海戰中最冷靜、最致命的存在。上世紀50年代，美軍的航母戰鬥群每天都要面對一個問題。當敵方轟炸機掠海飛行時，艦上的雷達往往來不及反應，那種看不見的恐懼幾乎讓整支艦隊暴露在黑暗裡。美國海軍明白，誰能先看到敵人，誰就能先活下去。於是，他們決定把一台雷達搬上天空。1960年，第一代 E-2A 鷹眼問世，那是人類第一次讓一架飛機成為航母的眼睛。E-2A 的雷達天線安裝在機背，像一個巨大的飛碟。它的外形笨拙，但思想先進。它能在艦隊視距之外提前發現敵機與導彈，這讓航母編隊的反應時間從幾十秒變成幾分鐘。在那個拼反應速度的時代，這幾分鐘就意味着生死。接下來幾十年，這個思路被不斷強化。E-2B 改進了雷達運算 ，E-2C 換上了數字化指揮系統。每一次升級都是海戰信息化的一步。從越南到海灣，從地中海到印太，只要航母出海，鷹眼幾乎從未缺席。但時間不會停，當隱形戰機、巡航導彈、電子干擾登上舞台，老一代 E-2已經看不清新時代的天空。於是 E-2D 出現了，它的任務不再只是看見敵人，而是要在電磁風暴中看清一切。E-2D 的出現標誌着預警機的定義被徹底重寫。它不再只是偵測目標的工具，而是整個艦隊的神經中樞。從 A 型到 D 型，它從雷達變成網絡，從眼睛變成思考。這場進化花了60年，但換來了海上作戰的主動權。如果說 E-2D 是艦隊的眼睛，那麼它的瞳孔就是那座雷達碟，直徑7.3米，重達2噸，內部安裝着世界上最複雜的艦載雷達系統之一。AN/APY-9，外觀看起來仍像舊款的旋轉雷達罩，但內部早已換成全新的電子掃描陣列結構。這是一台能在電子噪聲中篩出真相的機器。傳統雷達像手電筒，一次只能照亮一個方向，而 APY-9 更像一片光幕。它通過電子相控陣技術，在毫秒間改變波束方向，同時掃描、跟蹤、識別數百個目標。它的工作頻段選擇了一個幾乎被遺忘的波段。UHF， 這種低頻信號穿透力極強，在面對隱形戰機或低空巡航導彈時，能捕捉到微弱的氣流擾動與反射殘跡。那種看穿隱形的能力，正是 E-2D 的立身之本。更關鍵的是 ，APY-9 具備自適應干擾抑制。當敵方釋放電磁噪聲、偽信號、誘餌時，它能自動調整波形，變更掃描節奏，像是在大霧中閉眼聆聽。用算法判斷什麼是真目標，什麼是幻象。在戰場上，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當宙斯盾雷達被壓制， F-35正在隱身通道中穿行時， E-2D 仍能在幾百公里外看到一場看不見的戰鬥。它不需要強力發射，只靠聆聽電磁世界的呼吸，就能重新構建戰場圖像。APY-9 不只是雷達，它是戰場的數據採集器。每一個信號，每一段頻譜，每一次反射，都被記錄、分類、共享。它讓天空成為一個透明的數據庫，讓艦隊在戰鬥開始之前就已經掌握勝負的方向。在信息戰爭的年代，看見不再是發現敌人，而是掌控節奏。而 APY-9 就是那決定節奏的透视之眼。
在現代海戰中，最先發射導彈的人不一定是勝者，能在混亂中保持信息清醒的人才是。E-2D 的真正力量並不在它的雷達功率，而在它的连接能力。它所搭載的 CEC 系統是一個隱藏在電子頻譜中的無形指揮鏈，它讓每一艘軍艦、每一架戰機、每一個傳感器都成為一張巨網中的節點。當 E-2D 在高空飛行時，這張網就隨之展開。來自宙斯盾艦的雷達數據、P8 反潛機的聲納信號、F-35的紅外感知與航母作戰中心的指令，全都在毫秒間匯聚到它的系統核心。E-2D 不是看見敵人，而是在看見整個戰場。在傳統作戰模式下，信息流是線性的，前線偵測到後方分析，到指揮下令，到戰機執行，這個過程可能要花幾十秒。但在 CEC 網絡中，這一切變成同時發生，艦隊中的任何節點都能在瞬間得到完整的戰場畫面，這讓 E-2D 變成了海上作戰的大腦中樞。它不直接下達命令，卻讓每個單位都知道該怎麼行動。當一枚敵方導彈升空， E-2D 可以把軌跡同步給所有艦艇，由最適合的位置發起攔截。導彈可能從一艘驅逐艦射出，但瞄準數據卻來自幾百公里外的鷹眼。這就是所謂的協同交戰，一個目標可以被整個編隊同時應對。每艘艦艇不再是獨立的戰鬥單元，而是 E-2D 控制下的一部分神經。在這張隱形指揮鏈中，每個信號的延遲都意味着風險，而 E-2D 存在的意義就是讓延遲趨近於零。它是信息的匯流點，也是混亂的平衡器。當戰場被電磁干擾、假信號與欺騙充斥時， E-2D 依舊能夠維持秩序，讓艦隊在看不見的戰鬥中繼續作戰。這就是信息戰的本質，不讓對手知道你在看什麼，卻永遠比對手看得更清楚。在一次大洋防空演練中，一支航母編隊正航行在信號密集的區域，水面平靜，但電磁空間早已沸騰。遠方的雷達回波出現異常，數十個高速信號同時進入探測區，模擬敵方多波次巡航導彈突防。傳統艦載雷達很快被壓制，干擾信號、誘餌、虛假目標混雜在一起。指揮中心的屏幕上，畫面一度模糊。而在3萬英尺的高空 ，E-2D 開始接管整場作戰。APY-9 雷達切換模式，利用不同波段對海、對空、對隱形目標分層掃描，系統自動生成3維態勢圖，導彈軌跡、風切擾動、信號延遲，全都被計算進模型。幾秒鐘後，戰鬥節奏被重新掌握。E-2D 把目標分配給艦隊中最適合攔截的單元，前排驅逐艦負責遠程防禦，中線戰艦負責中程攔截，遠程目標交由空中戰鬥機執行。FA-18從航母上升空，沿鷹眼提供的坐標進入攻擊線，艦載導彈開始發射，雷達鎖定，由 E-2D 實時引導修正。當導彈在高空爆炸，碎片墜入海面時，艦隊屏幕重新恢復清晰。這場攔截持續不到5分鐘，艦上的雷達幾乎被壓制，但 E-2D 讓整個作戰系統依然協同運行。在所有傳感器都失效的情況下，它成為唯一可靠的作戰中樞。從外部看來，這是一場看不見的攔截，沒有轟鳴，沒有近距接戰，只有雷達波的閃爍與數據的傳遞。但在這種無聲的戰鬥中，勝負早已被它決定。E-2D 不負責摧毀目標，卻讓每一次攔截都命中目標，這就是它存在的意義。在別人看不見的天空裡保持清醒。E-2D 並不是孤獨的飛行器，它存在的意義在於讓整個艦隊成為一體。在今天的航母戰鬥群中，作戰早已不是單機任務，戰機、無人機、驅逐艦、潛艇、雷達衛星都依賴信息共享才能存活，而這場協奏的指揮者就是 E-2D。它與 F-35C 的配合是看見與隱身的互補。F-35C 在前線低空隱身偵察， E-2D 在高空遠距監控，兩者通過 CEC 與 Link16網絡實時共享情報。當 F-35C 發現目標，鷹眼立刻生成完整態勢圖，把目標軌跡分發給艦隊的導彈系統，這讓航母可以在敵方雷達還未反應前就啟動防禦或反擊。而 MQ-25的加入，則讓協奏有了新的維度。它不僅是加油機，更是通訊中繼。當鷹眼的信號被地球曲率遮擋，或被敵方電子壓制時， MQ-25會在中程高度接力傳輸。它延伸了鷹眼的視野，也讓 F-35C 能在更遠的戰場持續作戰。在這種體系下，鷹眼不再只是預警機，
它是指揮節點，負責分配目標、調度機群、重建通訊、同步數據。從天空到海面，整個作戰鏈都在它的掌控中。更先進的 AI 模塊正在介入這套協同網絡。鷹眼不只是接收信息，它能自動計算威脅優先級，把最緊急的目標交給最合適的武器系統。每一枚導彈、每一次起飛、每一條數據都在同一個節奏裡完成，沒有轟鳴，沒有煙火，一切都在無聲的電磁通道中發生。E2D 的角色就像戰場上的心跳，你聽不見，但它決定生命。E2D 的機艙沒有窗，5名機組成員坐在狹窄空間裡，面對整片數字化的天空。屏幕上閃爍着數百個光點，每一個光點都代表着一架戰機、一艘艦艇或一枚正在接近的導彈。他們的世界只有信號，沒有風聲，沒有陽光，只有電磁脈衝在耳機裡閃爍的噪音。這裡是戰場的另一種前線，沒有火光，卻比炮火更緊繃。任務開始後，時間被打碎，他們在毫秒級別的節奏中思考、判斷、修正。雷達官分析回波，通訊官維持網絡，戰術協調官負責整合信息，飛行員和副駕駛則讓這架龐然機器保持在空中最穩定的位置。每一個判斷都可能改變一場戰鬥的結局。錯誤不以秒計算，而以生命計算。當導彈成功攔截，艦隊安全返航時，他們不會出現在報道中，也不會被攝像機拍到。他們的勝利沒有爆炸聲，只有沉默的屏幕和一行行不斷刷新的數據。E2D 是一架為冷靜而生的機器，而他們是在信息風暴中保持清醒的人。他們不爭光榮，也不追掌聲，他們只把世界上最複雜的戰爭變成一張可理解的圖像。那種安靜不是平靜，而是控制。在電磁的混沌裡，他們讓秩序存在。未來的天空將變得比現在更加複雜，無人機編隊、人工智能、量子通訊、定向干擾，每一種新技術都讓看見變得更加困難。在這樣的戰場上，雷達會被欺騙，衛星會被干擾，數據鏈會被切斷，信號會被偽裝。真正的戰爭不再是導彈與火力的碰撞，而是信息與時間的爭奪。E2D 誕生於冷戰，卻活在未來。它的任務早已超越了發現目標，它在做的是讓複雜的世界重新可見，在混亂的電磁噪声中建立秩序，在成千上萬的信號裡分辨出敵與友。未來的继任者可能是無人系統，可能是 AI 指揮中樞，但無論形態如何改变，這套先看見再決定的理念不會被取代。那是現代戰爭的第一條原則，也是航母生存的底線。E2D 可能會被更新，它的機組可能會被算法取代，但在下一場風暴來臨之前，它依然是那雙最清醒的眼睛。在信息戰的時代，開火之前的那一秒，真正決定勝負的往往是誰先看見。